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刚清华所著的《无敌的排毒大全》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让全身充满毒素的不要食用的5种食物；第二，能排出体内毒素的3种食物；第三，让身体从内到外越来越健康的5种习惯。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让全身充满毒素的不要食用的5种食物来开始解释。观看这段视频的各位中，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以下这些烦恼：尽管努力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但身体的状况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感受到快乐和幸福，每天都感到乏力，感到身体很疲劳，无法彻底放松。如果您现在有这些烦恼，可能是因为您的身体里积累了太多的毒素，因此作者建议我们首先考虑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条脏的布，如果不去除污垢就直接染色，是无法染出美丽的颜色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如果被毒素污染了，即使摄入再多的营养也无法改善健康的状况。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排毒，把身体里的毒素清除出去。排毒并不需要复杂的方法，只需稍微改变一下饮食和生活方式。通过循序渐进地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身体就会逐渐变得舒适。例如，排出身体里的毒素后，您可能会体验到以下效果：莫名其妙的不适感消失，皮肤变得更加光滑，食物变得更加美味，不易发胖，不再烦躁，不容易疲劳，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更能承受住压力，睡眠质量提高，每天都会变得更加愉快等。大家不妨尝试一下本书中介绍的排毒方法，进而体验到这些效果。本书介绍的排毒方法基于起源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最古老医学阿育吠陀。这些方法经过许多实践者的验证，效果非常显著。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多种健康方法，但仍未见效，那么不妨借此机会接触一下这被称为最古老的医学阿育吠陀的理念。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些排毒的方法。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排出身体中积累的毒素需要体力。如果身体虚弱，我们天生具备的排毒功能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毒素也就无法排出。我们要首先关注饮食，排除那些会削弱身体的食物，同时给身体的每个细胞注入活力。为了帮助大家排除体内的毒素，作者建议大家从生活中剔除以下5种会导致全身毒素堆积的食物：1、已经死亡的食物；2、过量摄入的发酵食品；3、小麦制品，尤其是面包；4、茄科蔬菜；5、搭配不当的食物。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解释这些食物。首先是第一种食物，已经死亡的食物。已经死亡的食物很难被消化，容易导致胃消化物的堆积。具体来说，主要是指加工食品。加工食品是由已经失去生命的成分所组成的，并且通常含有防腐剂等添加剂。这些成分难以消化，导致胃消化物在我们的体内堆积，成为毒素的来源。虽然加工食品方便快捷，但它们是体内毒素堆积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摄入。另外，精制食品也是已经死亡的食物的代表，例如经过精制的调味品，如白砂糖和精制盐。这些精制食品因为缺乏天然的矿物质，会夺走体内已有的矿物质。食用这些精制食品会增加消化的负担，导致内脏功能下降，肠道环境恶化，从而引发皮肤问题、感冒等感染和免疫力下降等各种不适。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未经精制的糖，例如天然蜂蜜、黑糖和枫糖浆等。这些糖类更接近自然形态。除了糖以外，盐也需要注意，建议使用天然盐而不是精制盐。同样，小麦制品也是如此。精白小麦具有较强的成瘾性，因此在选择小麦制品时，建议尽量选择全麦产品。接下来是第2种食物，过量摄入的发酵食品。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发酵食品对身体有益，含有丰富的益生菌，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然而，问题在于过量食用。无论是再好的食物，如果吃多了都会变成毒素。发酵食品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对健康有益，但过量食用可能会打破肠道内菌群的平衡，导致便秘、炎症等多种健康问题。发酵食品如果食用过量，反而会引起毒素堆积。例如，每天吃10到20盒酸奶，显然不利于健康。我们常常因为某种食物对健康有益，就会吃得过多。因此，希望大家能够均衡摄入各种被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物，而不是集中摄入某一种食物。接下来是第3种食物，小麦制品，尤其是面包。为了避免体内毒素的积累，最好的办法是遵循自然的法则，吃那些在我们出生和居住地附近生长的食物。这种做法可以帮助身体与环境和谐相处，使消化吸收过程更加顺畅。日本人自古以来以稻米为主食，而小麦的广泛种植和食用仅在明治时代以后才开始的。面包和其他小麦制品在某些情况下会难以消化，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肠道疾病。此外，市面上的小麦制品大多并非使用日本本土种植的小麦，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在选择主食时，尽量选择米饭而不是面包。如果您是习惯于早餐吃面包的人，不妨尝试改成吃米饭，这样做可能会对您的健康更有好处。接下来是第4种食物，茄科蔬菜。茄科蔬菜包括茄子、土豆、辣椒、青椒、甜椒等。对于患有骨质疏松、关节疼痛和肩颈痛的人来说，食用这些蔬菜可能会加重症状。茄科蔬菜被认为会在骨骼和肌肉组织中产生空洞，导致症状恶化。此外，茄科蔬菜还可能导致肌肉干燥和僵硬，从而引发肩颈疼痛。如果您经常感到肩颈疼痛，不妨尝试减少茄科蔬菜的摄入，看看症状是否有所改善。茄科蔬菜中的凝集素被认为会引起炎症，但每个人对凝集素的敏感程度不同。为了确定茄科蔬菜对您的影响，您可以尝试2周不吃这些蔬菜，观察症状是否有所改善。如果变化不明显，可以重新摄入茄科蔬菜，再次观察症状是否恶化。通过这样，您或许能发现自己身体不适的原因是否与茄科蔬菜有关。接下来是第5种食物，搭配不当的食物。大家是否曾经留意过食物的搭配呢？事实上，有些食物单独食用时对身体有益，但如果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就会产生毒素。不良的食物搭配会给消化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导致未消化物质的积聚，随后在肠道中腐败，产生肠胃胀气，破坏肠道环境，最终引发全身的各种不适。例如，许多人为了健康而在早餐时吃香蕉和酸奶，但事实上，香蕉和牛奶或酸奶一起食用是应该避免的典型搭配之一。其他不良的食物搭配还包括豆类与奶酪、酸奶、鸡蛋的组合，以及谷类与牛奶、香蕉、鸡蛋的组合。此外，水果也不宜与其他食物混合食用，最好单独食用水果。因此，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些常见的不良食物搭配。同时，请记住，水果应尽量单独食用。接下来是第2部分，能排出体内毒素的3种食物。这3种食物是：1. 生姜汤， 2. 酥油， 3. 香料。接下来我将简要解释一下这3种食物。首先是第1种食物，生姜汤。生姜汤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排毒食品，在本书中被强调为最强的排毒食品之一。作者强烈推荐每天早上喝一杯生姜汤来进行排毒。生姜有很多被认可的功效，包括促进胃肠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排出毒素等。生姜可以降低血糖、减轻体重、缓解消化系统问题、改善脑功能、增强免疫力等。只需每天早上喝一杯生姜汤，就能够帮助清洗口腔、食道和胃中积累的毒素。而且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首先将洗净的生姜放入食品保存容器或瓶子中，倒入足够的矿泉水，
让生姜完全浸泡，然后放入冰箱冷藏1天即可完成。喝的时候可以稍微加热，每天早上饮用200到300毫升即可。如果在进餐时喝的话，建议约100毫升为宜，一天总量不要超过500毫升，不要过量摄取。如果选择使用带皮的生姜，建议选择无农药的生姜。如果无法获取无农药的生姜，请务必剥去皮后再浸泡。此外，对于一些觉得生姜汤口感不佳的人来说，可以选择生姜红茶作为替代。生姜红茶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饮料，生姜和红茶的搭配非常出色，尤其适合在身体感到寒冷或要感冒时饮用。可以使用茶包或自己喜欢的茶叶泡制，然后加入切碎的生姜和生蜂蜜，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味道即可享用。接下来是第2种食物——酥油。酥油被称为魔法的油，曾被评选为美国最健康的5种油脂之一，因此备受瞩目。积极摄取酥油可以增强体力，排毒需要足够的体力，因为体力下降会削弱排毒的能力。此外，如果身体中积累了毒素，就无法有效地消化食物并吸收养分，也无法维持体力。因此，作者建议每天摄取这种魔法的油——酥油，以增强体力。酥油是一种在印度等南亚地区古老传统的油，通过将无盐黄油煮至去除水分、蛋白质和糖分等，制成纯度很高的油。在阿育吠陀中，酥油被认为有着1000种用途和功效，一直被视为宝贵的油。与普通的黄油不同，酥油不含有过敏原物质，如酪蛋白和乳糖，因此大多数人都可以放心食用。由于它不容易氧化，即使在加热过程中也可以安心食用，并且可以常温保存。此外，由于它在体内能够完全燃烧，并且不残留渣子，所以不会在体内留下未消化的物质，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还能够增强消化能力，并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因此，作者鼓励大家在烹饪时积极地使用这种具有魔法的酥油。它可以用于炒菜、煎炸和烤制等各种加热烹饪。酥油在超市等地方都可以轻松购买，也可以自己制作。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说，可以学习一下酥油的制作方法。接下来是第3种食物——香料。香料是凝聚了自然力量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功效，可以改善人体的消化、吸收和排泄功能，以及提高内脏器官的功能。香料有许多种类，包括小茴香、盐荽、姜黄、黑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等。因此，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并意识到适度摄取的重要性。我再次强调一下，无论是什么食物，哪怕它有更多的健康功效，过量摄取也是对身体不利的。因此，请不要忘记适度摄取香料。如果您之前没有尝试过摄取香料，那么在烹饪时，请务必尝试加入这种魔法的食用药物——香料。方法非常简单，例如可以在炒菜时加入少许香料，或者在炒肉时撒上香料提味，又或者喝一杯姜黄茶或肉桂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我希望您能够巧妙地将香料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接下来是第3部分，让身体从内到外越来越健康的5种习惯。这5种习惯是：1. 饭后散步5至15分钟；2. 食用新鲜烹制的食物；3. 在一天结束时记录健康日记；4. 饭后2到3小时再睡觉；5. 睡前将手机切换至飞行模式。下面让我逐一解释每一个习惯。首先是第1个习惯，饭后散步5至15分钟。我们的身体需要副交感神经来进行消化。如果我们感到紧张或兴奋时，交感神经就会变得过度活跃，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会受到阻碍，导致消化不良。因此，为了让副交感神经处于优势地位，饭后散步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简单的说，只需在饭后步行5至15分钟，慢慢的散步。这样做可以逐渐放松我们的心情，促进副交感神经的活动，并帮助消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在饭后感到疲倦，
那么这很可能是消化能力下降的迹象。这是因为大脑试图让身体集中精力进行消化，从而导致疲倦感。因此，除了注意提高睡眠质量和饮食习惯外，养成饭后散步的习惯也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此外，饭后散步还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的上升。在通常情况下，吃完饭后我们的血糖水平会上升，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我们吃的食物富含糖分，血糖水平就会急剧的上升。血糖水平的快速上升会导致疲倦、血管受损、体重增加等问题。通过散步进行轻度运动，可以有效地控制血糖水平的上升，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健康习惯。特别是在吃得过多的时候，至少可以去散步一下。接下来是第二个习惯，食用新鲜烹制的食物。众所周知，新鲜的食物更容易被消化和吸收，热气腾腾的食物能够更有效地为我们提供营养，减少胃消化物的积累。关于这一点，相信我们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如果食物事先被烹制好并且保存，随着时间的推移，食材的生命力会逐渐下降。所以，最理想的情况还是想用新鲜制作的食物。如果不得不事先准备食物，作者建议最好使用新鲜的油将食材重新加热一下，只在进食前进行最后的处理。此外，使用微波炉会导致食材发生细胞变性，使其更难消化，并可能导致内脏疲劳和毒素的积累。因此，不推荐事先烹制并在微波炉中加热食物的习惯。购买便当或现成菜品，然后在微波炉中加热也是不可取的。此外，蔬菜从切割开始就会不断分解维生素，营养素会逐渐流失，而切割后的部分就像是伤口，对蔬菜来说是一种压力。因此，如果要吃沙拉，最好在食用前将新鲜的蔬菜切成沙拉，这才是最佳选择。然而，要让所有食物都是现场制作，并不太现实，因为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很忙碌，有时我们不得不提前准备食物。因此，我们并不是要求100%的完美，而是意识到新鲜制作的食物最好，并尽量选择现场制作的食物。接下来是第三个习惯，在一天结束时记录健康日记。这是作者强烈推荐的习惯之一，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客观地观察自己。坚持下去，你会找到自己感觉身体状态良好和不舒服时期的原因和规律。在今后的日子中，当您面临类似的不良情况时，就能够避免重复相同的行为。例如，如果过去感到疲劳时进行的身体护理是有效的，那么下次用同样的方法也会有效。换句话说，当您关注自己的健康并与之对话时，您就会成为自己的医生，能够为自己正确的规划饮食和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自己为什么身体状态良好，为什么某天身体状态不佳等问题。通过每天记录这些事情，并收集和分析客观数据，你会逐渐发现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身体状态会好转，以及要避免什么行为会导致身体的不适。例如，如果您发现进行了5分钟的运动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晚上蒸完桑拿后会提高睡眠质量等，也要及时记录下来，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加以利用。健康日记中应该具体记录的项目包括：1、饮食和饮水的情况；2、运动和自我护理；3、身体状态如何；4、睡眠时间；5、心理的状况；6、设定的目标。希望您能够每天记录这些事项，更多的了解自己，成为自己的医生。接下来是第4个习惯，饭后2到3小时再睡觉。为了促进排毒，让身体内部逐渐变得更加健康，获得优质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希望大家尽可能的获得高质量的睡眠，毕竟您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睡觉，所以你一定希望能够让身心都得到充分的恢复。为此，我希望大家养成饭后2到3小时再入睡的习惯。可能有些人经常会说，我很困，吃完饭后就直接睡觉了。现代人往往会忙于工作，经常加班到很晚，回家后吃饭，然后就直接睡觉。
这种生活方式已经相当普遍了。然而，睡眠时身体也需要消化，内脏器官也在工作。如果在食物消化前就入睡了，尤其是胃肠道器官必须为消化而工作，就会感到非常疲惫。当然，由于内脏器官在运作，大脑也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导致睡眠质量大幅下降。消化食物至少需要2到3个小时，但是这仅适用于容易消化的食物。米饭和植物性食物可以在1到2小时内被消化，而肉类食物可能需要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尤其是胃肠功能较弱时。如果晚餐吃了这样的食物，不仅无法安心入眠，而且可能会导致大量未消化物的积聚。例如，当您去吃烤肉自助时，第2天您可能会感到疲惫、睡眠质量下降、夜间容易醒来等。这些情况您可能也有所经历，所以我特别希望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能够尽量避免晚上吃过多难以消化的食物，养成饭后2到3小时再入睡的习惯。接下来是第5个习惯，睡前将手机切换至飞行模式。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人工电波会干扰人的睡眠，尤其是电磁波被认为是一个严重问题。电磁波会持续不断地攻击大脑，导致身心疲惫不堪。而电磁波的产生源包括手机等电子设备。将手机放在枕边睡觉的习惯，就像在长期听着闹钟的状态下入睡，这种做法绝对不可取。为了保护身体免受手机电磁波的侵害，建议将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并关闭 WiFi， 这样可以有效减弱电磁波的影响。因此，如果您在卧室里睡觉时需要放置手机，希望您至少能做到这一点。此外，在理想的情况下，最好将手机放在尽可能远离床铺的地方。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